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鹏。广东人的炖汤是非常出名的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广东比较家常的一个滋补炖汤——五子茅桃炖老鸡。这一款汤水它喝起来的味道特别的鲜美，而且喝到嘴里有一种独特的椰子的香味。最关键的是营养还非常的丰富，基本上老少皆宜，全家人都非常适合的一款汤水。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今天在超市里面花了20块钱买了半个新鲜的该拿，也就是老鸡。我们需要给它先处理一下，把它里面残留的一些内脏给它挖除干净，还有腹腔里面那些黄色的鸡油也要给它去除干净，不然炖出来的汤它的油分就特别的多了。如果想要清汤没有一点鸡油的话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将鸡皮给它去掉，或者炖好之后再用勺子把鸡油给它撇出来，给它撇除干净。把腹腔清理干净以后，接着翻过来再把鸡皮给它处理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残留的鸡毛，给它拔出干净。还有鸡身上的一些黄膜也要给它搓洗下来。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这样的鸡就处理得非常的干净了。接下来我们将清理干净的老鸡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它的鸡屁股给它切下来去掉。因为今天的炖汤用不了半个老鸡，所以我只用1/4就可以了。如果家里人数多的话，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去添加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再准备几个鸡脚，用刀把脚趾甲给它切下来去掉。如果鸡脚太长，给它对半切开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炖汤或者是煲汤的时候，往里面添加几个鸡脚，可以让汤水喝起来有胶质，而且还更加好喝。将它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先把它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猪的纯瘦肉，添加少许的瘦肉，可以让汤水喝起来也更加的鲜。清洗干净以后，先把它切成粗条，最后再改刀切成大大的小块，不用切得太小，大概是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先用小碗给它装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老姜，炖汤的话姜不需要太多，1份的话大概是2到3片就可以了。姜片切好之后，先把它装起来。下面锅中烧水，我们开始将肉料给它焯水一下。焯水的时候，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姜葱料酒去腥。肉料在焯水的时候需要注意，一定要将食材直接的冷水放进锅中焯水，这样可以让食材内部的血水随着温度的升高，由里到外的慢慢的逼出来。因为血水它是比较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给它焯水一下。经过这样的处理过后，炖出来的汤色会更加的清澈，而且喝起来也没有腥味。水开以后，我们用勺子把浮在上面的一些血沫给它打除干净。食材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太久，大概是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将食材给它焯水3分钟之后，再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接着再放到自来水中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下手给它清理一下，把粘在食材上面的一些血沫给它清理下来，这样炖出来的汤就不会有太多的杂质，看起来也会更加的清澈。我们将所有食材给它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把它控水捞出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这道汤水需要用到的另一款材料，就是这个像树根一样的五子茅桃，也叫做广东的人参。它是一种中药材，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。它闻起来有一股椰奶的味道，特别的清香。具体的功效，相信两广的朋友都知道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因为它就是一种植物的树根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沙子，所以需要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，把它清洗干净，将里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清理下来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的给它多淘洗几遍，这样的话就清洗得非常干净了。将五子茅桃给它清洗干净以后，
控水给它捞出来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个炖盅，我这个是2300毫升容量的。先把瘦肉给它放下来垫底，接着再依次的将鸡脚还有老鸡给它放下来，然后再把刚刚清洗干净的五指毛桃给它放在面上。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2到3片姜片，还有4到5颗红枣。广东的煲汤炖汤一定要加少许的陈皮，它不仅有助于健脾胃，而且还有一股独特的清香。陈皮不需要太多，只需要1小片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添加满开水。最后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往里面添加1勺花雕酒。花雕酒可以增加汤水的香味，因为酒精可以和汤里面的物质在加热的条件下发生反应，生成酯，而酯是有香味的，所以不但能够去腥，而且还可以让汤水喝起来更加的鲜美。最后上蒸锅给它炖2个小时以上。不要凶弟弟！小家伙，再抓我尾巴就揍你哈！你就不能管管他？不可以凶弟弟啊！不可以凶弟弟，知道没有？宝宝，陪弟弟玩一会。2 hours later， 我们将鸡汤给它炖2个钟头以上，然后再关火给它取出来。可以看得到汤色非常的清澈金黄，而且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清香。然后再往里面添加少许泡好的枸杞。接下来开始调味，我们只需要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就可以了，其他鸡精的就不用放了，因为汤水已经是非常的鲜了。调味过后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就这样，这个非常好喝的广东滋补炖汤五指毛桃炖老鸡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炖出来的汤，汤色清澈金黄，而且喝起来特别的鲜美，且入口带有一股浓郁的椰奶的香味。最关键的是，整道汤水营养还非常的丰富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汤水的话，那么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点我的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美食做法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